我老婆养了5年的狗，被他爸爸杀了吃。疫情的时候不是不能出去吗？感冒了去药店也买不着药，正好老婆的哥哥感冒了，他爸爸寻思着给儿子补身体。当时正好我和老婆出去领菜，老婆难得出去，拉着我在楼下偷偷逛了半小时透气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狗就被剁了，一块块的装在盆里，狗头被丢进了垃圾桶。老婆当场崩溃大哭，说你把我的球球杀了。球球就是那狗的名字，他爸说早就该杀了。这狗自从搬来新家，每天晚上都叫，叫了整整2年，老婆根本管不好它，自己反正是早就想把狗给宰了。其实球球晚上爱叫这件事，我们是真想过办法，戴嘴套、戴防叫项圈都试过，每次球球叫了以后，被电都嗷呜嗷呜的，老婆就心疼的抱着他哭，让他千万别叫了。可球球仿佛经过训练一样，自从搬来新家，他就会跑到大门口，从晚上11点开始叫，一直叫到凌晨1点，叫足2个小时。大舅子就站在我们旁边笑，我就问他杀狗的时候有没有拦着，他说自己不仅没拦着，还帮忙按着。后来球球挣扎的厉害，他就好像鲨鱼一样，把球球举起来往地上砸了2下，球球立马就动不了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杀狗，他故意说的特别详细，老婆当时就忍不了了，站起身大吼骂他爸和哥哥是人渣，然后跑回自己房间哭。结果大舅子还不乐意了，让老婆为自己的言行道歉。我更加恼火，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条狗是他从小养的，他却说那又怎么样，谁让你们管不好狗，每天晚上叫。我不想和他吵架，就回房间去安慰老婆。大舅子故意在外面说一些很伤人的话，我很想发火，但我因为疫情封路，寄人篱下没地位，只好捂着老婆的耳朵，让她听不见。老婆哭了很久，最后哭得太累，睡着了。我想着球球也有要哭的感觉，也不敢惊扰了老婆，就自己偷偷抹眼泪。一直到深夜，我还难以从球球被杀害的阴影里走出来。结果忽然听见外边有动静，好像是响起了狗叫声，那狗叫声特别像球球，就是听着比以往弱很多。老婆也在我怀里醒了，她擦着眼泪，说好像听见球球在叫她。她有点神经质了，爬起身往外跑，说球球回来找她了，就往外边跑。我也觉得纳闷，跟她一起去了客厅，打开灯后，外边空荡荡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我特意看了看时间，是到晚上11点了，那就是球球平时叫的时间。老婆又继续哭，狗叫声也时不时响起，我觉得可能是楼下的狗在叫，就抱着老婆说睡吧。她不肯睡，一直跟我说球球的事情。到了晚上1点，那狗叫声又不响了，我陪老婆聊到天亮。出房间的时候，岳父还在厨房里忙，他见到我们出来，很稀奇的说我们今天起得早，还知道帮忙把垃圾给丢了。但我们哪有丢垃圾呢？我一直都在房间里陪老婆说话，岳父就指着垃圾桶说，狗头、骨头、狗皮都丢了，垃圾桶里干干净净的。一说这事儿，老婆又哭，但她已经哭不出眼泪了，就又逃回自己房间。我寻思着应该是他哥哥丢的，就去哄他别难过了。没了球球，老婆一整天都不肯吃饭，我心疼的厉害。我就说球球虽然死了，但家里不是还有咩咩吗？咩咩是我自己家养的猫，老婆也特别喜欢它。我说你要是饿瘦了，等路上解封回去，咩咩就不认识你了，至少让我带你去楼下的小卖部买点零食，看看店里还有什么存货，也陪你去逛逛。老婆就同意了，和我出去逛了一会儿，特意在不被防控人员发现的情况下，偷偷看了下小区里平时遛球球的地方。回到家以后，岳父就骂我们，说买这么多零食回来，他说零食包装上会有病毒，要我们赶紧消毒。我就和老婆回房间了，想着先把一大袋零食塞进床底下。我们的床是带收纳的那种，可当我把床垫掀开，老婆打开了木板，她当时就傻了，我们的床底下竟然放着一条狗的尸体，可不就是球球吗？球球骨瘦如柴，那狗头就盯着我们看，我把它抱起来，这分明就是一具狗尸，里面的肉和内脏都没了，抱着特别轻，就是一条狗被重新组了起来。我
他妈当时就气炸了，直接冲进大舅子的房间。这家伙还在睡觉，也没锁门。我扑上去抓着他的头发，抡起拳头往他脑袋上砸。我砸了一下又一下，大舅子被我砸醒，他不停地挣扎大叫。岳父看见我在打他儿子，也冲进房间打我。他拿着扫把往我脸上怼，让我脸上火辣辣的。我就不管岳父，使劲地打大舅子，还骂他变态，杀了狗还来虐待我们。但我让大家失望了，我打不过大舅子。他常年在车间工作的，我常年坐办公室的，根本没机会锻炼。3两下的功夫，我就被他反过来按着打。最后老婆急了，冲过来咬着他的脸。岳父一个中年男人，当时哭得嗓子哑了。他说家不成家了，就为了一条狗。我被大舅子按着打，还要大骂他不是个东西。岳父就拿扫把往我嘴巴里对，说滚出他的房子，从哪儿来的就滚哪儿去。然后他直接坐在地上哭，说家给你这外人搞没了，这样动手以后一家人还怎么见面。接着他骂我老婆不是个东西，为一条狗生这么大气，都说了赔给他还不领情，不懂得将心比心。大舅子按着我，抽我耳光，问我为什么来打他。我说你他妈傻逼，把狗重新装一起放我们床底下。我不只要打你，等解封了，我要叫人弄你。大舅子说瞎扯，他没干这事儿。老婆就把球球抱过来，结果大舅子说他真没干这事儿，不信的话可以看监控。岳父家里是有监控的，不过只监控大厅，因为这房子是法院拍卖买来的。刚买的时候，很多人劝他不要买法院拍卖的房子，他不听，说这房子便宜，结果经常有老房主的债主来闹，还会砸门。岳父害怕就装了监控，总要和很多人解释，说这个房子换主人了。我看大舅子恬不知耻，就同意打开监控，还说老子今天要是错怪了你，老子他妈跪下来给你道歉。于是我们就打开监控，可当监控画面出现的时候，我和老婆却傻眼了。监控画面显示晚上11点，我和老婆从房间出来了。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去找狗叫声的来源，但我们却是走到了垃圾桶旁边，把垃圾倒了出来。我俩就那样坐在地上，拼接球球的骨架。大舅子脸色越来越冷，他把视频快进。我看着视频里的我和老婆把球球拼接好，又披上狗皮，撞上狗头，抱回了自己房间。岳父骂了一句我是你妈，扇了我2耳光，强迫我跪下来给大舅子道歉。大舅子也没放过我，他用力地踹我的脚，要我跪下来，还骂我栽赃陷害，是个小人。我是真不知道自己干过这事儿。我说昨天我听见球球好像在叫，只是出来看看。大舅子说叫你妈，昨天根本没狗叫。老婆也说听见球球叫了，昨天晚上真没干这事儿。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僵。最后岳父告诉我，他的原话是说等解封了，你他妈就滚蛋，以后我和你们老死不相往来，我老了不用你们养。然后他愤怒地拿起球球的尸体，直接砸进垃圾桶里，拿出去丢掉了。我和老婆呆呆地回了房间，都觉得这件事情匪夷所思。我不知道是因为羞愧，还是脸上被扫把刮出很多伤痕，火辣辣的厉害。这天晚上我们倒是没有听见狗叫了，我被打得浑身都疼，又疼又累。老婆也哭了1天多，很疲惫，我们就一起睡了。第2天起来的时候，我俩走出房间却傻眼了。大舅子和岳父都在调监控，桌上放着球球的尸体。我问他们咋回事，大舅子让我别说话，然后打开监控看。监控里显示，昨晚的晚上11点，大舅子的房门打开了，他离开了家，10分钟后抱着球球的尸体回来了，还仔仔细细的给他擦干净。大舅子放完视频，然后问我们昨晚有没有听见狗叫声，我们都摇头说没有。岳父就说邪门了，这狗成精了，要把一家人都变成神经病。发生这种事情，要说我心里不慌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我他妈怕死了，就怕自己得梦游症了。岳父絮絮叨叨骂着球球，我和大舅子就来回检查监控，把这2个晚上的监控反复播放。我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不对劲，说等一下，时间是球球死去的第1晚，时间是晚上11点整。当我们房间的门被打开，我死死地看着门口的地毯，
我问大舅子能不能放大，他打开电脑操作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说明，还是搞不懂。我拿过来操控了一下，很快就搞懂了，然后把画面放大了。地毯不对劲，我和老婆出来的时候踩在了地毯上，可那个时候地毯上凭空出现了一个脚印，看着好像是往房间里边走。我和老婆出来了，却有一双脚往房间里走，这一幕让我毛骨悚然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岳父骂我们别再看了，看这些东西没意义，就不该杀那条狗，邪门的很。我没有理岳父，而是从厨房里拿出淀粉铺在了3个房间的门口。我告诉他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踩到面粉了，关门的时候也要轻轻的。岳父受不了这气氛，他恼怒的带着球球的尸体出去了，说要在外面把这条狗给烧了，免得狗回来害人。事情到这个地步，老婆哭不出来了，只会在我怀里怕得发抖。过一会儿岳父回来了，他说球球的尸体已经给他烧了，这狗没法再回来害大家。我们轻轻的关门，岳父却根本不当一回事，直接将门用力关上，弄得淀粉到处都是，还大骂了几句脏话。我只好又在他房间门口铺了淀粉。晚上的时候，老婆很害怕，我也怕。等10点多，大舅子来敲我们的门了。他说先不和我打架了，这事情有些邪门，我们不如就在这等到半夜。于是我们在房间里等着，等到晚上11点也没听见狗叫声。大舅子突然说，从搬过来的第1天起，球球就都是在半夜子时开始叫，那是最邪门的时候。老婆很害怕，让他不要继续叫。于是大舅子就起了身，说去看看他爸的门口。结果一打开门，他急忙让我们赶快出来。我们赶紧出门，我发誓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看到的情景。岳父房间门口那平静的淀粉突然沾上了一个脚印，那脚印就这么在我眼前凭空出现。我们赶紧打开了岳父的房门，岳父还在房间里打呼噜睡觉，老婆冲进来大吼大叫，嘴里喊着滚出去，赶紧滚出去。岳父被吵醒了，他嘟哝着让我们别大半夜乱叫，是不是又发神经了？我担忧的问他有没有事，他说没事，就是暖气温度太高，热得睡不着，去把窗户打开透透气。他走到窗户旁边，把窗子打开了，一阵凉风吹进来，岳父却突然将脑袋往前探，他背上的衣服诡异的被揪了起来，嘴里恼怒的说，你们干嘛呢？别推我。下一秒他就被丢出去了。我睁大眼睛，他不是自己跳出去的，他分明是被丢出去的。大舅子大喊一声，急忙冲出去抓岳父。幸好我们楼下的人装了防盗窗，岳父摔下去后先是砸在防盗窗上，然后身体就往下滚。他不断的往上爬，可却掉得越来越快。大舅子急忙伸出扫把给他抓，但那扫把手滑，渐渐从大舅子手上滑下去。大舅子急坏了，大叫着爸爸爸爸。其实就那几秒，我的脑子却转得比什么都快，赶紧扑到地上，双手沾了淀粉，然后回来抓住了扫把。正巧那扫把从大舅子手里滑出去，却被我给抓住了。淀粉给我带来的摩擦力很强，而岳父抓的是扫把的另一头，不容易滑落。他膝盖使劲的往防盗窗上撞，隔着秋裤都被撞破了，渗出血来。大舅子赶紧也回去抓了淀粉，和我一起把岳父扯了上来。扯上来以后，岳父腿软的坐在地上，突然歇斯底里的哭了起来，那嗓子哭得特别哑，说自己差点就死了。老婆和大舅子也一直哭，他们都被吓坏了。也许因为岳父不是我的父亲，我没哭出来。大舅子哭着跟我说谢谢，他说我救了他爸爸，以后他做牛做马都要报答我。说着说着，他还给我下跪磕头，说要把我之前跪的10倍100倍还给我。我赶紧把他扶起来，今天这事儿太怪异了。我们正在讲话，老婆却突然尖叫起来，她的衣服也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住了，使劲的把她往外面拖。我急忙扑过去抓住她的脚，结果我的身体也被拖行着，那看不见的东西力气特别大。我和老婆被拖到了厨房里，老婆的脑袋被按在砧板上，厨房的菜刀飘了起来，直接就朝着她的脑袋剁。我哪里能让老婆出事，正要爬起来帮忙，岳父大吼大叫着冲过来，双手抓住菜刀，愣是不让那菜刀落下来。老婆哭着在喊救命，我将她扯了回来。此时大舅子也跑来了，我们把厨房的刀都抓在手里，吓懵了看着四周。房间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我们几个人的喘息声和老婆的哭声。
我们这样死死的熬着，我都记不清时间有多久，只觉得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发现我们熬到1点多了，屋里完全一副没动静的感觉。老婆这时候哭起来了，她说养了球球5年，前3年从来不叫的，自从搬过来这2年，球球每天都在叫。她是在保护我们，就连她现在死了，也保护我们逃出去不被伤害。她哭着说，狗护主这句话讲的一点都没错。我很明白老婆的意思，她是想说这屋子有脏东西，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闹鬼。岳父抓着菜刀让大家先去休息，可我们哪里敢睡呢？大家就坐在一起说话。我问岳父这房子以前发生过什么，他摇头说啥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房子的主人有债务纠纷，被法院拍卖，于是他买下来了。大舅子说天亮了去问问邻居，邻居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，虽然没打过交道，但问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就等到天亮，然后去敲邻居家的门。邻居很有防护意识，估计是隔着猫眼看我们，问我们有什么事。我说我们都戴着口罩，我们不进你的屋，能不能和你聊聊？邻居问我们聊啥，我们就说房子以前的主人是谁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。邻居总算把门打开了，那是个老太婆，她也戴着口罩，和我们保持着安全距离。她告诉我们，房子以前是一对夫妻的，那丈夫好赌，欠了很多高利贷，闹得债主天天来上门，而他就逃出去躲债了，一躲就是7、8年。结果2年前他偷偷回来过年，谁知道一位债主得知了这个消息，直接带人上门打他，两边闹得很凶。结果那丈夫耍无赖，他把菜刀给债主，说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把我杀了吗？我用命抵你的钱。他本身就是想耍无赖，把事情渡过去，可问题就在于他是个下三滥，那债主也是个吸毒的下三滥，来的时候刚吸过毒。那债主拿了刀说，好，那我就要你的命。然后他真把丈夫的脑袋剁下来了，当时所有人都吓傻了。传闻那丈夫脖子被砍第1刀的时候都懵了，当时他人还活着，捂着脖子坐在地上说，你怎么真的杀我？他话刚讲完，第2刀就落下来了。丈夫死了之后，债主也被枪毙了，妻子债务纠纷解决不了，房子也被抵债。再之后，这房子就被岳父买了下来。我们听了这个事情，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。毫无疑问，我们的房子闹鬼了。也许真如同老婆说的那样，一直都是球球在护着我们。岳父就很抱歉的和邻居说谢谢，这2年狗叫吵着你了，从来没跟你道歉过。可那老太婆却睁大了眼睛，用一种很惊愕的态度跟我们说，我从来没听你家狗叫过啊。我们人都傻了，仔细一想，球球叫了整整2年的时间，从来没邻居投诉过，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察觉到不对劲的。我们回了自己屋里，岳父哆哆嗦嗦的说要走，我说怎么走？到处路被封了，根本就走不了。岳父说，可是家里闹鬼。我说你往外边走，别人不让你出去。你说自己家闹鬼，别人非把你当神经病不可。我很清楚，这屋子我们还得住下去，因为我们根本就走不掉。但如果要我们回去住，我是怎么都不愿意的。大舅子想了想，忽然说，家里不是闹鬼吗？现在封路不是不能出去吗？那我们就2个都占了，拿上被褥睡楼道去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方法行。我们一致同意，就先回家补了个觉。本以为闹过鬼的房子会让人睡不着，可昨晚大家太辛苦了，都是回去倒头就睡。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岳父去厨房做了许多吃的，我们又拿上被褥和夜壶，往楼下走了几层楼，直接睡在楼道里。幸好这屋子里都是暖气片，否则这么冷的天还真要被冻死不可。我们都挤在楼道里边，大舅子拿出了手机查看监控，说要看看屋里会不会闹动静。大家都很好奇，就凑在他旁边看着。等时间到了晚上11点，屋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但我死死看着门口的地毯，亲眼看见上边出现了脚印的痕迹。我连忙指着地毯说，快看，那地毯确确实实凹陷了一块，说明有人站在上边，但监控里却什么都拍不到。过了一会儿，厨房里的刀忽然飘起来了，那把刀缓缓朝着我和老婆的房间飘去。门被轻轻推开，老婆害怕极了，
他说要是我们当时睡在里面没走，恐怕就已经死了。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。紧接着，那把刀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又轮流进了大舅子和岳父的房间。他俩也是一阵后怕。在发现屋内没人后，那脏东西将刀放回了原位，然后他在屋内进行了一场破坏。他先是把我岳母的遗照从墙壁上拿下来，狠狠砸在了地上，然后又开始砸烂我和老婆放在家里的婚纱照。岳父说真够狠的，就是不允许屋内有别人的存在。这东西在屋内闹了很久，几乎是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，闹得我们屋内一片狼藉。在砸过东西之后，屋里没了动静。再过一会儿，厨房的燃气灶忽然被打开了，我们都是一愣，莫非他还要在这做饭不成？可紧接着，厨房的窗帘竟然被扯了下来，直接丢向了燃气灶。岳父惊得大叫一声，这龟儿子是要把屋子给烧了。我们3个男的急忙跳起身，大舅子把手机丢给我老婆，然后我们撒开腿就往屋里跑。万万没想到，那脏东西在发现屋里没人的情况下，竟然会选择烧房子。他自己死在了这屋内，就不允许任何人进这个屋。这他妈的当然不是房子和人命哪个重要的选择题。我们如果不去的话，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现在到处封路，消防车不好通行，楼里是几百户在家不出门的住户，要是燃起火灾来，多少人将要死于非命，多少家庭会随之破碎。既然看到了，就必须要阻止。老婆不敢一个人待在楼道里，也是跟在我们后面追。她抱着手机，对着我们大哭大喊，她拿着刀站在门口，拿着刀在等你们。我哪顾得了这么多，冲到房屋门口，将钥匙插进了锁里，随后用左手横在胸前。只要那家伙拿刀捅我，我大不了牺牲自己的左手保住性命，再把他的刀夺下来。我这不是什么善良大义，而是头脑一热，直接就决定去做了。不能让几百户无辜的邻居跟着我们一起丧命。我打开门，一把刀果然朝着我刺了过来。我早有准备，直接用左手去抓刀，那刀划在手上，真是钻心的疼。我死死抓着刀不松手，头发也被什么东西扯住了，把我放房间里面拖。大舅子他们冲了进来，一见到我出事了，连忙要来帮忙。我急得大吼，让他们先灭火，万一火烧大了，所有人都要死这儿。我努力想挣脱开那无形的束缚，可这东西的力气比我大太多了。他把我拖进了房间里，随后还将门给关上了。房间里没开灯，漆黑一片，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。我摸索着想去打开灯，又生怕黑暗里被捅一刀，不知道该护着脖子还是该护着肚子。大舅子在外边大喊，问我怎么样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不怕的，可说话的时候却直接喊出了哭腔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哭着说我看不见，我怕是要死在这儿了，你们先把火灭了，别让我死的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他说别急，马上让我看见。突然，他明明在外面的大厅，我房间的灯却亮了。原来是房间里的应急灯亮了。大舅子在外边把电闸给关了，应急灯自以为停电，就亮起了灯光。在亮灯的那一瞬间，一把尖刀朝着我的眼睛刺了过来，在我的视线里不断放大。我吓得急忙将头往后面一撞，两只手护着脸，结果后脑勺磕到了门。正常人哪他妈会像什么格斗家，脑袋一侧就把别人的攻击给避开了。正常人的下意识反应都是吓得往后躲。我后脑勺疼得厉害，那刀刺进了我的左手胳膊，让我本来就受伤的左手更是增添了一道伤痕。那尖刀没刺中我，又往后拔开，再次朝我刺了过来。我这次总算是往旁边躲了，尖刀刺进了木板门，而我不知脑子是怎么想的，在大脑空白的情况下脱下了自己的上衣，然后将衣服像网兜一样铺住了尖刀。成功铺住后，我疯狂地将衣服不断缠绕，全都缠在了尖刀上，这样我抓着也不会受伤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可就在这一口气刚松下来的时候，尖刀却被丢在了地上，我的头发再一次被扯住了，直接朝着窗户拖去。他是要将我丢下去，该死！这家伙的力气特别大，我根本就挣脱不开。我感觉身体好像飞起来了一样，直接就朝着窗户砸了过去。砰的一声响，我人被砸在了窗户上，但是玻璃没有破，反而是我自己被砸得不轻，摔在了地上。这个时候，房间的门终于被打开了。大舅子和岳父冲了进来，他们看见我身上这么多血，都吓坏了，连忙护在了我身边。老婆不在这儿，应该是他们让老婆躲起来了。岳父问我怎么样，我哆哆嗦嗦的说没事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。三人都是警惕的看着四周。大舅子赶紧把那把尖刀拿了回来，他说忍着，快到1点钟了，那脏东西1点钟就走了。
我们都很害怕，只能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。好不容易熬到1点，屋内果然什么动静都没了。我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，此时老婆也跑进来了，她抱住我，问我要不要紧。在放下松懈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哭着跟岳父说，刚才我被砸玻璃上了，你家玻璃的质量也太好了，不然我肯定没命。岳父说，那必须的，好歹住得这么高，总不能像电影里那样撞一下就碎了。他走出房间去打扫屋子，大舅子则是拿来家里的应急箱帮我处理伤口。那毕竟是家庭医用箱，也只能简单消毒包扎。他很仔细帮我看了伤口，说伤得不深，没必要去缝针。我很怀疑他的话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学医的，就说了句我觉得要去医院缝针。他问你现在敢去医院吗？我想了想，觉得不敢，就决定先忍着，等岳父将房子打扫好，天都亮了，我们凑在一起愁眉苦脸的想办法。这房子必须要有人待着，否则就有可能被烧了。但我们又如何与那脏东西对抗？老婆忽然说她有办法，她在楼里有认识的姐妹，那姐妹养了2条金毛，她想去借一只来。我们连忙说好，狗可以把脏东西挡在外面，要是能弄条狗来就太好了。老婆就赶紧去了。幸好她跟那姐妹关系不错，疫情期间人家也愿意开门，还真把金毛给借来了。这金毛叫少尉，看着高大威猛的，而且他那姐妹特意训练过金毛，听得懂一些指令。我们一晚上都累得不行，借来金毛之后又是倒头就睡。少尉很乖，虽然是在陌生家里，却不会叫唤，因为老婆常去那姐妹家里玩，跟少尉有些熟悉。高大威猛的少尉给了我们很大的安全感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吃了点东西，都特别紧张地看着大门口，少尉就坐在客厅，哈哧哈哧地喘着气。时间到了晚上11点，原本乖巧的少尉明显有了变化，他忽然站起身，局促不安地在原地转圈。正当我们以为他要吼叫的时候，他却做了一件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事，他竟然发出呜呜求饶的声音，随后窜到了房间里，躲在了角落。那样高大的金毛，此刻竟然还没求救有用。老婆忍不住地说，狗忠心护主，可我们不是它的主人，它不会护着我们。这一下我们才预料到事情有多麻烦。少尉是别人的狗，可不是我们的，他没有义务保护我们。我急了，连忙从厨房拿来淀粉撒在了旁边的地板上。我们就躲在淀粉中间，死死地看着四周。一个脚印凭空出现在地上，这次是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我急得将菜刀往前面乱砍，却什么都被砍中，反而被提了起来，感觉自己在空中漂浮。岳父和大舅子连忙把我扯了回来。大舅子急了，大骂，我操你妈，我死了也是鬼，我怕你妈个卵。动静又没了，我们警惕地防御着。而这个时候，厨房里传来了异动，却见厨房的点火器缓缓飘了过来。那点火器点燃了桌布，桌布也熊熊燃烧起来。一个人影缓缓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原本在灯光下我们是什么都看不见的，可在火光下却看清了，那是一个没有头的身体，上边的伤口清晰可见，还流着血。可当血液滴在地板上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是那死去的丈夫。岳父哪里肯看着自己辛苦买来的房子被烧，他急忙扯来桌布把火踩灭。可那无头鬼魂却拿着点火器朝着阳台走去，他是要点燃窗帘。我他妈！我尝试着跑过去拿菜刀劈他，我也真的砍中了，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他身上的伤痕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们是人，他是鬼，我们根本就没法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这个时候，那无头尸体放弃了点火器，直接就掐住了我的脖子，他的力气很大，竟然把我给提了起来。我双腿不断乱蹬，视线开始迅速模糊，根本就喘不过气来，有一种恨不能要吐的痛苦。老婆急了，连忙上来动手，可饶是他怎么拳打脚踢也没有用。这时候大舅子抢过点火器，尝试着拿火去烧他。突然那无头鬼混好像很害怕一样，直接就放下我躲开了。我摔在地上，痛苦的咳嗽了好几下，又难受的吐了起来，把晚饭都吐在了地板上。老婆把我扶起来，哭着跟我说，他怕火，他怕火。
我们急忙躲在大舅子身旁，火光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他，而且火焰似乎会对这个家伙造成伤害，否则他就不会这么怕了。岳父拿起椅子往地上砸，他把椅子给砸破了，然后拿了椅子腿给我，自己又拿椅子腿去点燃，却怎么都点不燃。我急忙说我来，然后脱下衣服包裹在了自己的椅子腿上，但我知道这样是来不及点燃的。我抱着椅子腿迅速往自己的房间跑去，打开抽屉，拿出 Zippo 打火机的燃油，把燃油使劲往衣服上面挤。正在挤着，大舅子突然对我喊：瞅你去了！我吓得一哆嗦，差点没把椅子腿掉地上。这房间里没火光，我啥也看不见，赶紧就拿出打火机点椅子腿。火光瞬间出现，在出现的那一刻，无头尸体紧贴着我，我条件反射的将燃烧的椅子腿扑向他，这东西俨然变成了一个火把。无头尸体不停的后退，非常惧怕我的火把，他一路逃到了大厅，而我挥舞着火把对他大吼：来啊，你他妈来啊！他躲在远处，虽然他没有脑袋，但我就是有一种他在盯着我看的感觉。我鼓起勇气让老婆他们后退，然后一个人举着火把朝着他步步逼近。我一边走一边吓得尿了裤子，我是真的很怕，但我的老婆就在旁边，我必须保护好她。我尿着裤子走路，感觉裤子湿哒哒的，而随着我的逼近，那无头尸体也在后退。他诡异的退到了门口，那门明明是关着的，他的身体却诡异的穿过了大门出去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12点半，都还没到他以往离开的时间。我们又重新躲在一起，用火把对着门口，熬过了这半个小时。等1点的时候，我们全身都软了，坐在了地上喘气。老婆抱着我哭，说你好勇敢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说我身上骚，别靠近我。她说不嫌弃，然后就抱着我哭了很久，一抽一抽的。我有些尴尬的举了举火把，说以后的日子可能要靠它了，就是怕家里东西烧完了没得烧。岳父说没关系，他天亮就把床板给劈了，能做多少火把就做多少。天亮后，岳父果真在劈床板了。老婆把少尉送回去后，则是接到了物业的电话，说有东西要取，让我们自己去取一下。我们下了楼一看，我才发现竟然是咩咩被带来了。我问保安怎么回事，他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，让我别靠得太近，然后说是我妈送来的。我纳闷的给我妈打电话，问她怎么把猫送来了。我妈说这些天她找了份志愿者工作，在宾馆给人做隔离工作，她是负责送盒饭的。上班的路上她正好会路过我们家，而她又懒得铲猫砂，觉得屋子里很臭，就把咩咩送来给我了。我真的是一阵无奈，我本身就遇到了麻烦事，但我也没法跟妈妈说，因为我不想她担心，于是我只好将咩咩提回去了，帮她摆好猫砂盆，放了猫粮和水。新环境让咩咩很害怕，但因为跟我和老婆特别熟悉，她就腻在我俩的身边，老婆就抱着她摸，抚慰失去了球球的痛苦。到了晚上，我知道我们的战斗又开始了。在10点50分的时候，我们提前燃烧了火把，将火把对准了门口。猫是好奇的动物，咩咩看着我手上的火把，好几次跳起来想玩，让我特别无奈，生怕烫到了它。但咩咩脾气很差，见我不给玩火把，还用爪子抓了我的腿，让我的腿隔着裤子都有了伤痕。我妈在家根本没照顾她，没给她修指甲，那指甲锋利得很。我只能说咩咩不要闹，而大舅子跟我说时间到了，小心点。我赶紧不管咩咩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咩咩却也不闹我了。他走到了房门口，睁大眼睛一直看着房门，动也不动，叫也不叫。我担心咩咩会有事，小心点凑近，但那个无头鬼魂却没有出现。我不敢放松警惕，一直举着火把，等快烧完了就换一根。可到了1点钟，也没见到那无头鬼魂的出现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咩咩回到了我组装好的猫爬架上，他伸了个懒腰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要我去摸摸它。第2天、第3天也是这样，无头鬼魂没有再出现过。每当到了子时，咩咩都会出现在门口，哪怕他当时在睡觉，也会爬起身出现在门口，死死地看着大门。我老婆跟我说，以前是球球守护我们，现在变成了咩咩守护我们。我看着在那坐着的咩咩，我说是啊，为了报答咩咩，不封路的时候就把他带去医院阉了。
万一他发情跑出去找母猫不在家，那一家人不是死绝了吗？老婆难得笑了，她说还有这样报答的吗？咩咩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无头鬼魂一直没有出现了。道路解封后，岳父特意带着球球的照片去做了遗照，回来挂在家里，说自己对不起一条狗，希望球球如果泉下有知，可以原谅他。他对着一向道歉的时候，大舅子也一直在对一向说对不起。之后，大舅子抱回了一只小猫咪，细心把它养大。等新的小猫咪3个月了，也开始跟着咩咩看着门口发呆。虽然偶尔会被咩咩欺负，但终于会看门了。我们尝试着带咩咩回了家，一直等到深夜1点，大舅子给我们打来了电话，说小猫咪一直看着门，那脏东西没有出现。这一刻，我们总算是放心了。